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神性空间。人类自文明诞生以来，从未停止过对神是否存在的追问，无论是古代多神信仰、一神宗教，还是近代的无神论与不可知论，这个问题始终围绕在人类意识的核心位置。不同文化、不同时代，对神的理解截然不同。有人坚信自己所信奉的神才是真神，其余皆为错误或异端。也有人完全否定神的存在，因为看不见、摸不着，无法以经验或科学验证。但我们若诚实面对，会发现多数人真正质疑的，其实不只是神是否存在，而是另一个更深层的问题：如果神真的存在，为什么人生会如此不公平？为什么努力过，却依然失败？为什么祈祷过，却没有被回应？于是，神逐渐被理解成一个会奖励、会惩罚、会偏心，甚至会抛弃人的存在。这样的理解在痛苦时刻尤其强烈。当人生陷入低谷，人们很容易问出那句话：如果真的有神，为什么不来帮帮我？而当长时间得不到答案，信仰便转化为失望，失望再转化为否定，甚至愤怒神，彷佛成了一个沉默的旁观者，或是一位冷酷的审判者。然而，在这里，我们需要先停下来思考一件事：我们所否定的究竟是神本身，还是人类长久以来所塑造出的神的形象？也许问题并不在于神是否存在，而在于我们是否从一开始就用了一个错误的框架去理解神。如果神真的存在，他真的会像人类一样思考、评断、计算功过吗？还是说神的本质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根本，也更加接近我们自身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们或许必须先放下熟悉的宗教投射，重新回到一个更原初的视角来看待神究竟可能是什么样的存在。当我们尝试跳脱传统宗教对神的描绘，问题便不再是神长得像什么，而是神是否必须以人格的形式存在。在人类历史中，神经常被投射成一个具备意志、情绪与价值判断的存在，会聆听祈祷，给予奖惩，甚至对人类的行为做出道德裁决。但这样的神其实更接近人类自身的心理结构，而非宇宙本身的运作方式。若我们从更根本的层次来看，神或许不是某个位于高处的存在，而是宇宙最初始的状态，一种纯粹未分化的意识能量。它不是一个东西，而是一切之所以能存在的条件本身，可以称之为一切万有。这样的神不在宇宙之内，而是作为宇宙得以展开的背景而存在。在这个观点下，创造并不是某个时刻发生的行为，而是一个持续展开的过程。神不是先存在，再创造世界，而是透过创造认识并体验自身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先前的影片中提到，神之所以分裂出无数灵魂、无数星系与无数世界，并非因为匮乏，而是因为无限本身无法在单一状态中被经验。若一切都是合一的，便没有对比，没有对比就没有体验。于是神选择将自身展开为多样性，让存在得以被感知、被经历。这个分裂并不是失去完整，而是一种自我展现的方式。每一个灵魂都是这个原初意识在不同层次上的延伸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人类并不是被创造来服从神的，而是被创造来成为神的经验通道。神不是在观看这个世界，而是正在透过每一个生命看见、感受、理解自身所不是的一切。因此，神并不需要审判，因为审判意味着分离；神也不需要惩罚，因为惩罚只存在于对错的框架之中。当我们将神理解为宇宙本源的意识状态，而非人格化的存在时，许多长久以来的疑问便会开始松动。神是否存在，已不再是一个可以用看见或莫看见来回答的问题，而是一个关于存在本身如何可能的问题。接下来，我们必须进一步理解，这样的神为何必然创造出一个充满对立与限制的世界。
当我们将神理解为宇宙最初的本源意识时，接下来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便是：如果神是合一、完整与无限的，为什么我们所经验的世界却充满分离、限制与痛苦？答案的关键就在于体验本身的条件。在完全合一的状态中，没有高低，没有对错，没有光与暗的区别，一切都是事。但也正因如此，什么都无法被真正感知，正如没有黑暗，就无法理解光的存在；没有寒冷，就无法体会温暖。体验必须建立在对比之上，而对比必然产生二元。因此，我们所处的三维物质世界本质上是一个二元相对的世界，这并不是错误的设计，而是一个极其精密的安排。唯有在限制之中，意识才能产生选择；唯有在不确定性中，自由意志才具有意义。如果一切结果都已被预设，那么生命便只是一场自动运行的程式，而非真正的体验。这也是为什么在灵魂被分化并进入物质世界的同时，必须被赋予绝对的自由意志。这个自由意志包含选择的权利，也包含承担后果的可能。从这个层面来看，人生中的挫折、失败、痛苦与失落，并不是神对人的惩罚，而是自由意志在二元世界中自然展开的结果。如果神在每一次人类即将犯错、即将受伤、即将跌倒时都介入干预，那么自由意志将不复存在，而体验也将失去真实性。真正的爱并不是控制结果，而是允许历程。神性的爱并不表现在替我们避开所有风险，而是让我们在风险之中仍然拥有成长与觉醒的可能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苦难的角色也需要被重新理解。苦难不是为了折磨灵魂，而是为了让灵魂在有限之中看见自身尚未整合的部分。它像是一面镜子，反映出我们对恐惧、匮乏、失去与无常的认知结构。正是这些经验推动意识不断扩展，逐步走向更高层次的理解与包容。因此，当人生遭遇看似过不去的难关时，也许真正值得提问的，不是神为何惩罚我，而是这段经验正在引导我看见什么。在二元世界中，没有任何一段经历是多余的，每一次挣扎都是意识走向成熟的必要条件。当我们真正理解合一的概念时，会发现一个关键问题本身就不再成立。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性的一部分，那么神惩罚人在逻辑上其实是自我惩罚。这样的概念之所以长久存在，是因为我们仍习惯以分离的视角看待宇宙与自身。在先前的影片中，我们曾提到，大爆炸并不只是物质的起点，也可以被理解为意识由合一走向多样性的展开。从那一刻开始，宇宙中的万事万物，无论是能量、物质、生命，乃至于意识本身，皆源自同一个本源。换句话说，世界上不存在真正不属于神的事物。一花一草一木，一颗星体，一个念头，温暖的阳光，轻抚你脸颊的微风，甚至你此刻的呼吸，都是这个神性本源在不同层次上的显化形式。当我们以这样的视角回望人生，就会发现，神并不是在远方注视我们，而是以无数种形态参与在我们的生命之中。神不是站在世界之外评断，而是透过世界本身持续展开存在。这也意味着，神性的爱并不是情绪化的爱，不会因为表现好坏而改变。它不是奖励制度，也不是道德评分，而是一种允许一切存在的状态。正因为这份爱是无条件的，灵魂才被允许进入有限、迷失，甚至暂时遗忘自身本质的经验之中。因此，所谓的被神抛弃，其实更像是意识在二元状态下对自身来源的暂时遗忘。神从未离开，我们只是暂时不再感知到那份连结。这也是为什么在人生最黑暗的时刻，神往往显得最为沉默，不是因为不在，而是因为那段经验正是灵魂最需要独立完成的部分。从合一的角度来看，灵魂最终一定会回归本源，这不是奖赏，
而是自然，就像海浪终究会回到大海，并非因为表现良好，而是因为他从未真正离开过海。所有的经历，无论光明或阴影，最终都将被整合，成为完整意识的一部分。当我们理解这一点时，信仰便不再是一种恐惧，而是一种安放。你不需要透过表现来换取神的爱，因为那份爱早已内建在你的存在之中。真正需要被找回的，不是外在的神，而是我们对自身神性来源的记忆。当我们理解神不是外在的审判者，而是存在于一切之中的本源意识时，信仰的重心便自然地回到了自己身上。这并不是否定神的存在，而是理解到神性的力量正是透过每一个个体，在此刻此地展开。你不是被动等待拯救的对象，而是这个宇宙正在行动的一部分。也正因如此，人生中真正决定走向的，往往不是发生了什么，而是我们如何诠释正在发生的事。当一个人深信自己是被抛弃的、无力的、注定失败的，意识便会不断在现实中寻找能够证明这些信念的证据。相反的，当一个人开始相信，即使身处困境，自己依然具备回应与转化的能力，生命便会逐步显露出不同的可能性。在这里，我们可以借用量子物理中观察者效应作为一个理解上的隐喻。它并不是在说意念可以违反自然法则，而是提醒我们，观察与诠释本身就会影响结果的展开方式。你持续站在哪一种信念位置，世界便会不断回馈与之相应的经验结构。这正是显化法则在日常生活中最务实也最容易被忽略的层面。因此，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向外确认神是否站在我这边，而是向内诚实地问自己，在这段人生经验中，我是否仍愿意相信自己的存在具有价值。当你不再自我否定，不再提前放弃，神性的力量便会透过你的选择、你的行动、你的回应方式开始重新流动。请记住，神不会惩罚你，也不会测试你是否足够虔诚。你不需要透过痛苦来证明自己值得被爱。你之所以存在，本身就已经是被允许、被接纳、被信任的结果。你本自具足。当你在最艰难的时刻仍选择不放弃自己，那并不是违逆神意，而是最接近神性的行为。或许真正的信仰并不是仰望某个遥远的存在，而是在每一次跌倒之后，仍然愿意站起来，继续体验，继续成为。当你选择这样活着的那一刻，你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。最后，回到本篇最一开始的问题，你相信真的有神的存在吗？欢迎下方留言告诉我。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影片，喜欢的话请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您的支持是本频道创作的最大动力。我们下期再见。